免戰也不是不可以，但前提是本帝必須要先見到人以後，確認她的確是我的王女，咱們才能談後續的事情，否則一切免談。還有就是可以暫時簽訂和平條約，但是我們羅剎國不會洩露我們武器的配方，不會賠款，也更加不可能割地。可以，姑现在就可以飞鸽傳書入京，让人护送方妙来到邊境戰場與女帝相見。只不過這一來一回的，怕是要等上個20天了。如果女帝糧草不夠，我們大慶可以進行無償支援。赫連景是会搞事情的，他很享受这種拿捏约瑟琳的感觉。约瑟琳被拿捏，内心虽然极度不服，但也无可奈何。那就多謝小太子了。他扔下一句話，然後調轉馬頭回了自己的軍營。京都東宮內，夏婉寧剛剛經歷了生死，艱難地生下了一雙兒女。皇上親自給一雙孫兒賜名，姐姐取名赫連瑤，弟弟取名赫連民。雙生子在大慶本就是祥瑞的象徵，尤其是出生在皇室的双生子格外不同。贤貴妃因此在後宮一度春風得意，走到哪裡都昂首挺胸的。她覺得自己終於熬出頭了，簡直像是換了個人一樣。從前她的兒子不是儲君，她也只是妃尉，上頭還壓着皇後、皇貴妃和郭貴妃，她一直謹小慎微。現在他兒子已經是太子，還在邊境立功，太子妃又爭氣地生下一對兒女。他現在看見皇貴妃都是趾高氣揚的模樣了。聖上收到赫連景來信，要找人護送方妙前往邊境。赫連橫主動請纓護送，他難得主動做點事兒，皇上還是挺欣慰的，於是便答應了他的請求。本來人選也是要從3位皇子之間定的，既然他主動說了，那就這麼定了。赫連橫來到蕭府接方妙，去之前方妙還得面見聖上一次。方妙似乎早就預見了這一天，所以赫連橫來找他時，他挺平靜的。隨隨，我這一走，以後還能再見到你嗎？說什麼傻話，怎麼就會見不到了呢？以後你想見我，隨時都可以見得到的，只要你想。方妙是羅剎國唯一的王女，身份尊貴，雖然相隔着千山萬水，甚至還有一道海洋橫亘在中間，但這些都不是阻止他們相見的因素。方妙被赫連橫帶走了，先是去往皇宮面聖。你還不打算告訴我真相嗎？其實你早就知道，對不對？於是赫連橫把一切都告訴了他，包括他的身世以及他即将要面對的事情。方妙聽完，情緒沒有多大波動，只是苦澀地笑了笑。原來和他想的差不多。妙妙，如果你不想的話，我想盡一切辦法也會帶你離開。我為什麼不想？我可是王女，沒想到我還有這麼厲害的一層身份呢。如果是為了黎民百姓能免受戰亂，那我做一些分內的事情又何妨？我身上畢竟流着一半的大慶血統，這片土地也是護佑我長大至今的，我多少對這片土地還是有感情的。更加難能可貴的是這片土地上賦予我生命意義的那些人，比如穗穗，比如蕭大人，又比如你。方妙本來以為母親或許是羅剎國的大人物，沒想到竟然是女帝。雖說心裡對她有些恨意，但一想到即將見到她，方妙的內心無比的緊張。她聽人說羅剎國女帝很厲害，是個傳奇人物，或許她也有很多言不由衷吧。來到皇宮，方妙再次見到了那位威嚴的帝王。兒臣拜見父皇。起來吧，不必多禮。方妙，你可知朕今日叫你进宮的目的何在？知道，來的路上，楚王殿下已經對民女說明了緣由。相信恆兒應該也和你說了，約瑟琳女帝要求見你，你是她流落在外的王女，更是羅剎國唯一的王女，身份尊貴，對於羅剎國而言意義非凡。但如今羅剎國要向我大慶開戰，攜帶了危險的武器而來，這也預示着一旦戰爭發生，百姓將民不聊生。所以朕不得已需要借助你的臉面，簽下一個100年和平條約，讓百姓免受戰亂。
也讓羅剎與大慶能夠建立友好的關係。朕知道這樣對你而言不太公平，但也實在是迫不得已。現在你有什麼要求都可以和朕提，只要朕能做到的，一定都答應你，盡量做到。皇上，民女沒有什麼想要的，唯一想要的不過就是讓自己在乎的人和在乎自己的人平安喜樂地度過這一生。方妙這20多年以來過得並不容易，看盡世態炎涼，但好在命運沒有對我太過絕情，還是賦予了我幾個真心實意的好友，讓我枯燥無味的人生突然就有了意義。我有着一般大慶的血統，我的父親是大慶子民，大慶這片土地也養育了我，算是我的故土。如今故土有難，又剛好有用得上我的地方，那麼我自當發揮自己的價值。如果因為我可以讓百姓免受戰亂之苦，這又何嘗不是一件天大的功德呢？方妙是典型的世界以痛吻我，我卻報之以歌的態度。這短短半生，他迷茫過，絕望過，落魄過，也輝煌過，但從未想過放棄自己，這是多麼美好的品德呀！這一刻，皇上突然覺得自己的格局竟遠不如一個女子。朕代大慶子民謝你的大義。不敢不敢，這都是我應該做的，您別這樣，我怕折壽。這也是朕應該做的，何足掛齒。冯兒，路上你一定要照顧好方妙，他想要的盡量都要滿足他，知道吧？儿臣知道，請父皇放心。恭喜啊，太子妃給你生了一對龍鳳胎，據說過程十分艱險，不過好在母子平安。這是他托本王帶給你的信，你先看吧。赫連景聞言愣怔了一瞬，隨即臉上揚起笑意。他接過信，厚厚的一封。他回到自己的房間，打開信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就笑了，笑着笑着，他又哭了，流下了感动的淚水。看完以後，他忍不住脫口而出一句：“辛苦了，等我回来。”京都，2個孩子正好在辦滿月宴，在東宮舉辦的，皇上和皇后親臨，宮裡的妃子們也都來了，並送上了賀禮。賢貴妃親自操持的滿月宴辦得十分盛大，和緊張的邊境截然不同。或許這就是因為每個人身上所背負的責任不同吧。你父親，他現在還好嗎？他在10多年前就已經去世了，死在了罗剎國。怎麼死的？約瑟琳還不知道，那個男人已經死了，而且就死在他的故土中。方妙說起了從前的事情，說起了他小時候在漁村是怎麼被同村的孩子嘲笑排擠的，說起了他父親帶着他經歷了多少風雨才到達的羅剎國尋親，卻因為感染上疾病死在了異國他鄉，而他又是怎麼被人販子給拐走，又怎麼被順義侯看上帶回了冀州。至於在冀州發生的那些事，他並沒有提及，因為他始終記得這一次要幫大慶爭取到利益，成功簽下和平條約，那麼自己在大慶所受的苦楚就不能拿到明面上說。抱歉，是我讓你受苦了，能否給我一個補償你的機会？那你願意和我回到羅剎國，成為羅剎國的王女嗎？這是必然的，既然認了回來，那就勢必是要跟着他回去的。方妙也已經做好了這個準備，於是他點點頭。既然貴國替本地找回了王女，那本地也願意和大慶簽訂免戰合約，但也僅限於是免戰條約而已，其餘的不要多想。這已經是約瑟琳能接受的最大程度的調解了。赫連景也知道，想要更多的利益怕是不成了。赫连恒此行帶了父皇的话過來，父皇說了，盡量簽訂一個100年免戰條約即可，至於其他的隨緣。女帝聖明，既如此，咱們今日便可以把這100年和平條約給簽下，您意下如何？100年？太久了吧？母親，和平不好嗎？這一句母親叫得約瑟琳熱淚盈眶。和平挺好的，和平當然是最好的，誰不希望和平啊？只是約瑟琳野心大，她想要征服大慶這片肥沃的土地罷了。
因為羅剎國那片大陸已經沒有他們害怕的國家了，已經沒有挑戰了。母帝答應你，看在你的面上，願意和大庆簽訂100年和平條約。只要你願意和我回羅剎國，母帝什麼都答應你。母女倆的突然相認，讓羅剎國的一眾武將摸不着頭腦，只有2位王子在那兒咬牙切齒。隨即，約瑟琳女帝便對着自己人宣布，方妙便是自己流落在外的王女，羅剎國皇室後繼有人了。一时激起千層浪，一瞬間，羅剎國的士兵隊伍便熱鬧了起来。這個一直沒找到的王女，就這麼神不知鬼不覺的，水靈靈的就出現了。羅剎國的隊伍中有幾個女將軍，是女帝的心腹，她們支持女帝的一切決定。我們現在就簽訂100年和平條約，從此兩國便是友國，無論朝貢歲貢，我羅剎國都願意派遣使者友好往來。約瑟琳女帝當即決定要和大慶簽署條約，並且勒令自己的軍隊即日起撤回本國海域，不再進犯。兩國當場便簽訂了100年和平條約。第二天，約瑟琳只留下一支親衛隊，看樣子他似乎還不打算返回羅剎國，只是叫自己的2位王子先行返回了。2位王子是極力反对簽訂條約的，他們為了這一場大戰準備了幾年的時間，現在就因為一個血脈不純的王女就不繼續攻打大慶了，他們表示很不服。如果不服的話，你們大可以不當這個王子，自己出去自立門戶。權力就代表一切，在羅剎國至今沒人敢反抗和質疑女帝的決定，要是有人敢，那肯定還沒出生。聽到這話，2位王子嚇得屁都不敢放，只能乖乖地回羅剎國了。約瑟琳留下是因為方妙說他想再回一趟京都，好好跟幫過自己的朋友們告個別，順便帶約瑟琳領略大慶的大好河山。約瑟琳想着自己多年前特意來大慶，就是要好好的游玩一下，卻因為機緣巧合差點命都丟了。聽說大慶的國都十分繁華，百姓們安居樂業，他也挺想見識一下。自己當政多年，一直都在擴張版圖，戎馬一生，也是時候好好的放鬆一下了。原本賀连橫還在悶悶不樂，正琢磨着怎麼再見到方妙，結果賀连景告訴他，約瑟琳女帝準備帶方妙去京都拜見大慶的天子。頓時賀連橫就不困了，心裡冒出一個大膽的想法，在蠢蠢欲動。大慶向來不讓公主和親，但好像沒說過不讓皇子和親吧。賀连景要是知道他這想法，估計會一臉疑惑，難以置信。賀連橫真是個妥妥的戀愛腦。與此同時，京都，萧賀川盯上了兵部尚書，他着手收集兵部尚書這些年的罪證，也在找機會暴露他和德妃的奸情，把二皇子拉下馬。幾日後，京都收到消息，100年和平條約已經成功簽署，且約瑟琳女帝要來朝訪問。聖上龍心大悅，心裡的一塊大石頭終於落了地。入夜，一輛從宮外採買的馬車回宮，蕭賀川在宮裡的眼線一路跟着馬車到了御膳房，只見一個太監打扮的身影鬼鬼祟祟的從御膳房出來，朝着玄陽殿的方向走去。這個太監看起來與普通太監不同，他身形高大挺拔，步履匆匆，步子邁得很大，似乎有急事。御書房內，皇上正在批閱奏折。皇上，該翻牌子了。德妃的绿頭牌重做了。皇上好眼力，印着德妃娘娘的绿头牌已然幾年未曾換過，所以進士房那邊便重新做了一枚。今夜還是去惠婕妤那裡吧。惠婕妤是前2年選秀進宮的，正是大好年華，花容月貌，所以很得聖上歡心。聖上很少沉迷於後宮之事，時不時去一回，也大都是去這些新人的宮裡。其中這位惠婕妤的牌子翻得最多，但今晚福公公是帶着任務的，皇上只能去德妃的宮裡。皇上，奴才老糊塗了。早些時候，惠婕妤宮裡的人來說，惠婕妤今日身子不適，奴才忘了告訴皇上了，還請皇上恕罪。福公公跟在皇上身邊多年，
自然最了解皇上的脾气，所以一切都在他的算計之中。身子不适，那便不去他那里了，去德妃那里吧。算起来，朕也有许久没去瞧他了，还有点想喝他泡的茶了。德妃深谙茶道，对于茶艺的研究登峰造极，皇上很喜欢喝他的茶。福公公一看目的达成了，连忙挥手让净室房的人退下，免得皇上反悔。按照流程，他此刻应该找人去通知德妃娘娘事先準備接驾，但是今夜不同，就是不能让他提前知道。不但如此，還得放出消息，讓他誤以為皇上去了別的小主那裡。玄陽殿內，德妃正對着銅鏡梳妝打扮。她年僅40，保養得宜，瞧着也就30左右，風韻猶存。皇上今夜去了哪兒？净室房那邊傳了消息過來，皇上犯了惠解语的牌子。那個小蹄子慣會留人，不過也好，正合本宮心意。德妃說着，拿起骡子带開始描眉，看起來一點兒也不吃醋。崔嬷嬷，本宮相比20年前如何？娘娘似明珠璀璨，光彩夺目，不曾變過。你就騙本宮吧，本宮明明就已經老了，不似當年了。德妃有些惆悵，不過想到今晚有約，她的臉上染上一抹羞赧。娘娘一點都不老，老奴若有半句虛言，天打雷劈。行了，你讓殿內伺候的人都散了，由你和翠珠他們伺候就行，都把眼睛放亮點。是，娘娘，奴闭門曉得了。聂长風是郭貴妃的初戀，更是為了她而入室，兩人這些年一直藕斷絲連。在郭貴妃不受寵的日子裡，都是聂長風在替她排解。聂長風忘不掉她，她也忘不掉聂長風。玄陽宮內，德妃終於等來了老相好。寢殿內空無一人，只點着幾支紅燭。德妃穿着清涼，木門吱呀一聲被推開，月光照進來，一道修長的身影鑽了進來，隨後關上門。玄陽殿外長廊，聖駕悄然而至。怎麼不見有人來迎？這奴才就不知道了，已經派人來傳過話了。皇上雖然有些疑惑，但也終究沒有懷疑過什麼。守在院子裡的崔嬷嬷和翠珠等人看見突然出現的皇上，頓時嚇得臉色慘白。快去告知娘娘，皇上來了。翠珠腿都軟了，一轉身直接摔了個狗吃屎。皇上要是這還看不出來，那就是他蠢了。於是他眯着眼，大步地邁向正殿。皇上。那一夜，除了這幾個當事人以外，沒人知道發生了什麼。只知道第二天上朝的時候，聂長風沒來，聖上一反常態的脾氣暴躁，誰都要被他訓斥幾句。蕭賀川知道原因，所以選擇低調，整個早朝一句話都沒說，盡量的拉低了自己的存在感。聖上在朝堂上直接找了個由頭，以聂長風藐視皇族，竟敢不來上朝為由，連降他3階官階，把他貶去了外地。朝臣們一頭霧水。按理說，就算聂長風缺席一次早朝，可他是掌管整個兵部的正2品大員，就因為這樣的理由說貶就貶，還直接連降3級，他到底做了什麼大家不知道又不可饒恕的事？自那以後，朝臣們再也沒見過聂長風，只知道他被貶後舉家遷出了京都。結果沒走幾天，就傳來消息說他們遇上了山匪，聶家上下無一活口。這場局是蕭賀川精心謀劃的，若他明目張膽地揭破這樁醜事，無疑會讓帝王蒙羞，還會激起帝王的滔天怒火。但要是讓帝王無意中發現，而且知道的人越少，對帝王越有利。只要撞破此事，相信二皇子賀連廷在皇上那裡再也得不到另眼相待，兵部尚書也無需蕭賀川動手，自己就會走上絕路。娘娘，聂大人昨夜沒能經受住酷刑伺候，人已經死了，皇上讓人將他的屍體丟去餵狼狗了。你們弄死了他！敢覬覦聖上的女人，這種死法已經是便宜他了。
咱圣上的眼裡可容不得沙子。他可是兵部尚书，掌管着兵部，这些年来为了朝廷劳苦功高，你们凭什么不念他的好？是本宫对他念念不忘，是本宫勾引的他。你们有什么，他可冲着本宫来，为什么要害死他？娘娘还有脸自称本宫？老奴都觉得害臊。你作为皇上的女人，却与朝臣私相授受。如果不是看着雍王殿下的份上，此刻等待娘娘的就不是幽静，而是毒酒一杯，3尺白绫一条了。你应该感到庆幸，皇上为了皇室的颜面留了你一命。我感到庆幸。你告訴他，我这些年在他身边，从来就没有一刻是爱过他的。他不是就有些权利吗？我的命反正不值钱，他尽管拿去就好了。娘娘慎言，还是考虑一下雍王殿下日後的處境。而且皇上可不會讓娘娘你就這麼死了一了百了的，豈非太便宜您了？天兒的血脈是正八經的皇室血脈，他再怎麼說也是皇上的親生兒子，虎毒尚且不食子，我有什麼好怕的？德妃還在嘴硬，這時候一名小太監，也就是福公公的小徒弟，端上了一杯不知道什麼東西的紅色液體。娘娘，您就別嘴硬了，這是聖上賞給你的，每日一杯，喝下以後心裡會如烈火焚燒一般，同時還會伴隨着頭疼難忍，時效長達8個時辰。這是聖上給你的懲罰，你好好受着吧。每日會有人看着你，不許你自戕。日後這玄陽宮你也不必出去了，聖上不會剝奪您的封號，您還是德妃娘娘。但是您以後也別想再瞧見雍王殿下。皇上不會讓德妃輕易的死去，他要慢慢的折磨她，讓她牢牢記住，為了皇室的體面，她依舊是德妃，只不過她再也見不到外面的太陽了。赫連亭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母妃突然得病被軟禁，還不許自己探視，最關鍵的是父皇總是無故的遷怒於他，還下令將他發配到遙遠的封地揭陽。揭陽地處偏遠，乃是風沙之地，那裡土地並不肥沃，百姓生活也不富裕，父皇居然將那裡擬定為自己的封地。一夕之間，兵部尚書被貶，母親失寵，他也被遷怒，不明不白的。他想破腦袋也不知道是因為什麼，而且就算是去封地，也是新帝登基以後，怎麼現在就把他趕去封地，還不讓他見母妃？回來了，辛苦了。不辛苦，看見你們娘倆就不覺得辛苦了。明熙今天還乖嗎？你兒子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又不愛鬧騰，好帶得很。老父親欣慰地看下兒子，伸手摸了摸他的臉，結果小家伙很不給面子地哭了起來。可能是你的手太粗糙，他不舒服了吧？哼，還是女兒乖。蕭賀川賭氣似的說了這麼一句，他這孩子氣的模樣讓江穗簡直忍俊不禁。之後蕭賀川說起了德妃的事情，他對江穗並沒有任何隱瞞，他的所有計劃都毫無避諱地告訴給他。得知德妃的下場，江穗只是無奈地嘆了口氣，沒有評價。哎，對了，妙妙他們預計多久到京？預計還有6、7天吧，屆時我帶你一起參加迎接女帝的宮宴。還有6、7天啊？那好吧。江穗是方妙的好姐妹，誰缺席她都不能缺席。她其實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變回羅剎國王女的方妙是什麼樣子，想好好的跟她告個別，也對那位傳奇女帝感到好奇。7日後，以賀連景為首回京的隊伍終於抵達。賀連景安置好約瑟琳他們，自己則馬不停蹄地趕回了東宮。第一件事就是到處找自己的媳婦兒。夏婉寧早就在東宮等着了，左盼右盼，終於盼回了賀連景。兩人相擁在一起，賀連景連身上的甲胄都沒來得及脫下。他之前聽大皇兄賀連橫說過，婉寧生孩子的時候難產，孩子胎位不正，吃了很大的苦。
還好最後只是虛驚一場。人生中最重要的時刻，他没法陪在婉寧身邊，心中十分遺憾。不過現在眼看着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了，以後只會越來越好。夏婉寧帶着他去看了自己的一對双胞胎兒女，先出生的是姐姐，後面出生的是弟弟，一个长得像父亲，一个长得像母親。看着自己的一双兒女，賀連景的眼眶都止不住紅了起來。回了東宮以後，賀連景還沒來得及和自己的妻子兒女溫存多久，他又見了蕭賀川。他不在的這些日子裡，蕭賀川在京都做了不少事兒。如今蕭賀川已經混到了戶部尚書的位置，底下無人不敢服從。他還解決了兵部尚書聶長風，把賀連廷送去了揭陽，把德妃也整治了。如今只剩下一個賀連雲，翻不起多大的風浪。姑不在的這段日子，多虧有你和丞相君照顧，日後姑定然不會虧待你們的。如果沒有蕭賀川，他的儲君之路不會這麼順利；如果沒有姜穗的陪伴，夏婉寧的生產也不會逢凶化吉。這輩子能有蕭賀川這樣的人在身邊輔佐，何愁日後江山不興？入夜，為約瑟琳女帝和王女準備的夜宴準時開始。約瑟琳女帝遠道而來，一路上辛苦了。今夜這夜宴是專門為女帝和王女準備的，今夜盡情暢飲，如有招待不周的地方，還請女帝見諒。請皇客氣了，本帝已然感受到了大慶的熱情。大慶的子民都很和善，大慶果然是個好地方。兩國皇帝相互敬了一杯酒，這客套就算是結束了。接下來就是歌舞時間，宮裡的舞姬們都使出了渾身解數，拿出了看家的本領，勢必要讓羅剎國人感受到大慶文化的獨特之處。宮宴快要結束的時候，方妙特意走到姜穗身邊坐下。穗穗，我好想你。我也是啊，尊貴的王女殿下。一字回答去我。我來是告訴您，明天我會帶我母親到你府上做客。她對大慶的美食很感興趣，我告訴她你做的菜乃是人間一絕，她迫不及待想要嘗嘗呢。啥？女帝來我府上做客？別怕，母親她人很好的，我和她說過你的事，她對你誇讚連連呢。而且我在大慶待不了多久了，趁着這所剩不多的時日，我也想好好的和你們道個別。別怕，以尋常心對待即可。行，那我今晚回去準備一下。女帝蒞臨，我還怪緊張的。正想着，方妙突然將自己掛在脖子上的那條璀璨耀眼的彩色寶石項鏈往姜穗手上一塞，那送你了。如今的方妙十分豪橫，要不是因為場合的原因，他恨不得把自己腦袋上值錢的東西都摳下來送給他。姜穗拿着這條分量感十足的寶石項鏈，心裡想着，這得值不老少銀子吧。這寶石在大慶可是稀罕的物件，但是在羅剎卻很普遍。子夜時分，宴會終於結束了，皇上安排了侍衛護送約瑟琳回行宮，賀連橫卻神秘兮兮的叫住了賀連景和蕭賀川，兩人都不知道他葫蘆裡賣的什麼藥。本王有件事想要請二位幫幫忙。何事？賀連橫只要不當反派，看起來就挺順眼的。他還幫了賀連景一些忙，現在他有求於人，賀連景不可能拒絕。本王打算和父皇請求去羅剎國和親，想請你們兩個幫本王美言兩句。自古只聽說過公主去和親的，什麼時候見過皇子和親的？賀連橫這算不算古往今來第一人？賀連景和蕭賀川都不厚道地笑了。別笑，嚴肅一些，本王和你們說正經的。這事不好開口，父皇那邊就算是能同意，約瑟琳女帝那邊也不好突破。看得出來，約瑟琳對於賀連橫的示好不以為然。從政治角度看，方妙回去以後就是羅剎的地基，將來是要繼承王位的。約瑟琳肯定會給他安排一位羅剎貴族子弟，生下血統純正的後代加以培養。賀連橫是他國皇子，要是方妙只是王女而非地基，那這事兒還好辦。本王知道不容易，不然也不會請你們幫忙的。所以明日早朝過後，還請你們和本王一道去一趟上書房求父皇。不是什麼，其實父皇那裡或許都好說，只是約瑟琳女帝那關不好過。我倒不這麼認為，其實只要方妙自己願意，就什麼都好說。
想到方妙，賀連橫其實也不知道他对自己到底是個什麼心意。賀連橫的態度表現得很明顯了，但是方妙卻從來沒有給過自己正面回應。但是他能感覺得到，方妙是喜歡自己的。那就拜託你夫人，幫我問問他，可否願意？蕭賀川點頭答應了下來。事到如今，只能這樣了。剛好明日方妙會帶着約瑟琳女帝到蕭府做客，是個機會。而且方妙最信任的人就是穗穗了，他去問最合適。我覺得難的點不在妙妙那裡，而是在約瑟琳女帝那裡。她願意接受楚王嗎？妙妙以後可是帝姬，要繼承羅剎國的，女帝應該更希望她能找一個羅剎皇族子弟作為皇夫吧。這事兒還當真是難到她了，她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但是聰慧如江穗，她拿着上帝視角的金手指，所以她的辦法比較多。如果不牽扯到利益，當然不好解決，但只要能牽扯到利益，這件事就能容易些。那夫人有何妙計？罗剎國只有2季，一季炎熱，一季寒冷。尤其是到了冬季，他們那裡可是比大慶冷多了。而且他們的国家植被資源不丰，礦產資源也不豐。每年到了寒季，最讓罗剎皇室頭疼的便是取暖的資源。他们的植被少，如果大肆砍伐，就會破壞生態。這也是導致他們總是想辦法掠奪其他國家的主要原因，那便是抗寒資源儲備。而我們大慶物產資源豐富，悄悄告訴你，其實這個世界上還有一種可以用來取暖的東西，叫做煤，那比木炭可經燒多了。只要能找到煤礦，和羅剎國進行交易，或許羅剎女帝就會心動了。她起初想要攻打大慶的初衷，不就是為了大慶豐富的地產資源嗎？聽穗穗這麼一說，好像還真是這麼個道理。這些事情是他都不知道的，但是蕭賀川也不覺得奇怪了，因為穗穗告訴過自己，他的靈魂來自後世，他懂得多也是正常的。只要能解決他們的一些麻煩，那麼這一趟大慶之旅，約瑟琳女帝也不算白來，不僅找回了女兒，還帶回了資源，何樂不為？那這個煤礦要去哪裡找呢？它大概是什麼樣子？你可以形容一下嗎？如果能找到，不但對羅剎國而言是一種幫助，對於大慶國本身也是一種提升，利國利民。蕭賀川作為臣子，首先想到的也還是自己國家的利益。要知道，取暖就要燒炭，燒炭就要大量的木頭，而且這個炭還分3、6、9等。如果有了煤，真像穗穗說的那樣，比炭更加經燒，對於老百姓而言，也是一種新發現，最好能夠普及到家家戶戶。煤是一種堅硬的物質，有點像石頭，它的顏色是漆黑的，而且它會散發出一種難以形容的奇怪的味道。我也形容不出来。通常只要能找到一塊煤，那麼就說明在它的底下就是一整個礦。你可以派人去附近的山上找找看，如果能找到像我形容的那種石头，帶回來讓我辨別一下，就可以嘗試開採。開採煤礦也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對於老百姓而言，又多了一種增加收入的路子，能解決很多人的溫飽問題呢。大慶目前為止還不知道有煤的存在，那麼想要尋找煤炭資源就肯定很容易。當然了，如果發現了煤，也不能肆意開採，因為這對生態是一種破壞。穗穗，你真是太聰明了。這事我會盡快上報太子，讓他安排人手去尋。如果是這樣，賀連橫這事兒就好辦了，上升到利益層面，事情就容易解決。只要不讓約瑟琳空手而歸，相信他也能勉強接受。就算以後賀連橫在羅剎國日子不好過，那他也是自己造成的，怪不得別人。蕭賀川他們已經盡力了。第二天一大早，江穗就起來忙活，安排人去買菜買食材。今天他要親自下廚，征服約瑟琳女帝的胃。江穗從早上一直忙到接近中午，還把後花園精心布置了一番，甚至把家裡壓箱底的好東西都拿了出來。就在這時，方妙帶着女帝上門。女帝依照大慶的規矩，帶了不少的禮品過來。為了緩解尷尬，江穗特意請來了安樂公主程莫陽，夏婉寧也來了。等會兒她去廚房忙活時，他們還能幫忙陪着女帝。蕭夫人，聽王女說，她在大慶多虧了有你照拂，她才能過得順心順意。今日特地上門打擾，略備薄禮，以示感謝，還請不要嫌棄。
女帝客气了，王女是我的好姐妹，这些都是我该做的。江穗请她去后花园入座，讓安乐公主和夏婉寧先替自己陪伴女帝，她則是去廚房忙活。另一邊，萧賀川已經把賀連景和賀連橫喊到了一處，跟他們說了尋找煤礦的事情。賀連橫是最積極的，聽說了以後便自告奮勇，迫不及待地帶着人去找去了。事關自己將來的幸福，他必須要積極，但這也是要看運氣的。飯後，女帝拿出一塊象徵身份的令牌，這是我們羅剎皇室公爵才有的令牌，如今我把它贈予你，以後你便是我羅剎國的女爵，日後到了我們羅剎帝國，便是受人尊敬、萬民敬仰的公爵。你們大慶的1等公爵是國公，如今我也冊封你為我們羅剎的1等公爵，有自己專門的公爵府，隨時歡迎你到羅剎帝國來遊玩。公爵這個職位在羅剎國是至高無上的存在，地位極高，就好比大慶的國公爺。如今約瑟琳將這份榮耀賜予了江穗，江穗受寵若驚，這可是公爵身份的象徵，以後到了羅剎能橫着走的。之後江穗又和女帝閒聊一番，想到自己還有任務沒有完成，他悄悄地把方妙拉到一邊。妙妙，賀连橫說想要到你們羅剎国去和親，你願意吗？和親？他是皇子，去和親，皇上會同意嗎？方妙首先擔心的是皇上答不答應，那江穗就覺得他是願意的。皇上那邊你不用擔心，大慶又不是只有他一個皇子，再說了，他身上也沒什麼擔子，如果能和你聯姻，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拉近兩國關係的好機會呢？你們的結合能使兩國長久的和平下去，而且我能看得出来，你其實很喜歡他的，對嗎？江穗說的沒錯，他們倆要是能在一起的話，對於兩國的長久和平發展是很有益的。確實，賀連橫為他做的那些，他都看在眼裡，也能感受得到。前2天，母帝還說要回羅剎國給他挑選一位資質佳、品貌好的羅剎皇室子弟當他的皇夫，然後生一個血統純正的皇太孫，他要親自培養。之後的幾天，賀連橫一直在執着於尋找煤礦的下落。3天後，他的人帶了10幾筐石頭回來，讓江穗進行辨認。萧夫人，辛苦你幫忙辨認一下，這裡面有沒有我們需要的煤？賀連橫太着急了，再不快點，約瑟琳他們就要走了。沒想到他們運氣不錯，果然找到了煤，雖然數量不多，只有幾塊。這個就是煤，你們聞聞看，它的味道很獨特，就順着這條線索去找就行。在場的人都拿起來聞了聞，確實有股子很刺鼻的味道。江穗把它們丟進炭火盆裡面焚燒，很快煤便被點燃，開始變紅，而且它確實比炭更加經燒。萧夫人，你立大功了，我要立馬進宮稟告父皇這一新發現。本王立馬帶人去進行挖掘，如果能順利找到煤礦的話，就有了和約瑟琳女帝談判的籌碼了。挖煤礦可是大工程，不是幾個人就能完成的，很耗費人力，而且很危險，要面臨礦洞坍塌這樣的問題，也要注意地質情況，最好是在挖的時候確定附近沒有村莊，如果造成山體崩塌就不好了。放心吧，本王會注意的。啊，對了，上次拜託你幫本王問的事情有結果了嗎？江穗把那天的談話一字不落地轉告給他聽。賀連橫聽完是喜憂參半，喜的是方妙願意接受自己，憂的是他或許要做好面對自己的女人會有其他男人這件事。兵分兩路，賀連景和蕭賀川進宮面聖，賀連橫則是帶着人去尋找煤礦去了。他們做了標記，找起來還是很容易的。皇宮內，賀連景把這一新發现和皇上一說，皇上聽完也很激動。每一項新物資的誕生都是一個國家更進一步的象徵。聽說這是江穗發現的，聖上大讚蕭賀川找了個好妻子。皇上，臣有個提議，或許能夠促進羅剎與大慶長久的和平往來。哦，愛卿但說無妨。皇上，楚王殿下與羅剎王女心意相通已久，臣想着如果兩國能夠結為親家的話，有這層關係在，別說100年和平了，就是一直和平下去也不成問題。而且如果楚王殿下能夠待在羅剎皇室，羅剎皇室一旦有什麼動靜，咱們大慶也能第一時間知曉。日後他若能成功和王女生下繼承人，
那麼日後羅剎國的國主身體裡還流淌着咱們大慶的血脈，您作為羅剎國主的外祖，有這層關係在，何愁羅剎會再生異心呢？就算是想要那火铳的圖紙，也是手到擒來。聖上被萧賀川这3两句話就說得心动了，一邊的赫连景內心不斷的吐槽：你小子洗腦的功夫真是爐火純青啊！話雖如此，但是約瑟琳會同意嗎？萧賀川早已經想好了說辭，他把江穗和自己說的那些話和聖上又說了一遍，以煤礦作為交易，向約瑟琳提出和親的條件。太子意下如何？儿臣覺得可以一試。慶皇這是什麼意思？這時候便輪到萧賀川出来表現了，他詳細地說明了煤的用處，並且直言，如果羅剎願意和大慶联姻，日後每年到了罗剎的寒季，大慶都願意供给一定数量的煤給羅剎用作御寒。羅剎那片土地資源實在是枯竭，羅剎祖祖輩輩想過很多辦法來抵禦零下20度的寒季，木炭的需求太大，但資源缺少，他們只能通過掠夺其他的国家來維持。只是单单这一筐煤而已，本帝憑什麼相信你們？如果女帝陛下不相信的話，大可以親自跟隨我們到挖礦現場瞧瞧，那裡是一整座還在開採中的煤礦。約瑟琳沒有扛住自己的好奇心，跟隨賀連橫去到了發現煤礦的地方。粗略估算了一下，就這一座礦開採出來的煤就已經足以供應羅剎皇室至少5年的消耗了。而大慶這片土地寬廣肥沃，像這樣的礦數以萬計，約瑟琳狠狠地嫉妒了。大慶這片土地果然很肥沃，但卻不屬於他們。可是百年和平條約已然簽下，反悔不得了。第二天，約瑟琳再次來到了皇宮面見慶皇，表達了他深思熟慮過後的結果。我們羅剎願意和大慶和親，但大慶也必須說到做到，每年給羅剎供應一定數量的煤石。不過有言在先，我們羅剎帝國乃是女尊帝國，和你們大慶正好相反。我們羅剎的女子是可以同時擁有幾位夫婿的。日後大皇子若是到了我們羅剎，可否能做到與其他的皇夫和平相處呢？賀連橫自然是不願意的，換做誰都不會願意的。但船到橋頭自然直，先達到自己的目的再說。方妙是在大慶長大的，他的思想已經根深蒂固，他自己都沒法接受同時擁有幾個男人。只要他自己不願意，那誰又能強迫他呢？這一點，賀連橫絕對無條件的相信方妙。總之，先答應下來再說，後面的事情再慢慢的解決。既然大皇子沒有意見，慶皇也沒有意見，那從此以後，咱們便是真正的一家人了。還請慶皇放心，您的大皇子到了我們羅剎帝國，一定會是正室，且地位無可動搖。賀連橫覺得上輩子他做了太多的錯事和惡事，死在自己手上的無辜性命何其之多，重來一世，他本來就是來贖罪的。臨走前，他將自己的母妃托付給賀連景，希望他能替他照顧自己的母妃，讓他安穩富貴的度過下半生。郭貴妃不過是個沒什麼腦子的婦人罷了，雖心有執念，但卻也無足掛齒，只是保證他下半生過得富貴安寧而已。這對於賀連景來說並不難，所以他很爽快地答應了。臨走之前，賀連橫來見了自己的母親一面。你這個逆子，你還有臉來見我？本宮的臉都快被你丟完了。母妃，在你眼中，果然是权势和臉面更重要，對嗎？甚至於你而言，陸公公都比兒臣要重要，是嗎？賀連橫猝不及防地提到陸公公，郭貴妃整個人狠狠一顫，她不可置信地看着他，自己的兒子都知道些什麼？賀連橫早已經看穿了，人生在世總有許多的遺憾，想來陸公公也是母妃的遺憾吧。母妃，我已經和太子說了，兒臣去了羅剎以後，他會保證您下半輩子安枕無憂。今日兒子是來同您告別的，日後有空，兒臣會回來看您。說完，賀連橫跪在地上，鄭重地給郭貴妃磕了3個頭。
賀連橫走的時候，陸公公就站在寝殿门口。殿下，您真的想好了吗？以后母妃就拜托陆公公照料了。賀连橫知道，只要母妃不作妖，那他们日后的生活还是挺好过的，他沒什麼好擔心的，因為賀連景是個值得托付、值得信任的人。陸公公如鯁在喉，只能默默地注視着賀連橫離去。在方妙要離開的前一個晚上，江穗叫上夏婉寧還有安樂，4個人睡在一起玩鬧了一個晚上，沒管孩子，也沒管自己的丈夫，只是進行了一場簡單的好姐妹之間的聚會。大慶、京都，戰事平復以後，賀連景便安心地做着他的太子，每日恪盡職守。他能力出眾，獲得了一眾朝臣的認可和支持，百姓對於這位賢德的太子也是呼聲極高。皇上見賀連景日漸成熟，治理國政才能盡顯，深感欣慰。羅剎那邊傳來了消息，說是方妙成功誕下皇女，以後會由約瑟琳女帝親自教導，皇上還是挺欣慰的。日後自己的孫女能當上女帝的話，更加有利於兩國的和平發展。一轉眼，小明熙馬上就3歲了，整天活蹦亂跳的。受父親完美基因和天賦的影響，小家伙不到3歲就能流利地和大人們對話，只是有些發音不標準。他和父親小時候長得特別像，學東西也快。在蕭賀川的教導下，他已經能規規矩矩地寫出自己的名字，還會背許多簡單的詩句。冀州那邊傳來了消息，說是大哥的兒子蕭遠考上秀才了。算起來，江穗到了這個朝代已經差不多8年了。剛來的時候，遠哥兒才6歲。如今一晃眼都已經長到14歲了。蕭遠讀書刻苦，14歲就考中秀才，進入白雲書院，以後前途無量。旭旭今年也快12歲了。這幾年，粉面莊在3個兄弟的打理下，分店已經開遍了整個冀州的各個縣鎮。大嫂的簪坊和3嫂的胭脂鋪在冀州府做出了名氣，擴張了規模，賺了不少錢。二嫂性格恪盡職守，傳統樸素，沒讀過書，沒有一技之長，只願意在家相夫教子。剛好大嫂和3嫂忙着做生意，她就留在家裡打理家宅，照顧蕭父蕭母和孩子們。去年蕭蘭蘭又給蘇燕青生下一個兒子，取名蘇洪成，是蘇老爺子親自取的名字，以後也是蘇家唯一的繼承人。這一世，蘇老爺子的命運也發生了改變，沒有蘇燕里的迫害，他也在安然地度過他的人生，身子骨還算硬朗。這幾年，蘇燕青將積善堂開到了京都來。他在給蕭賀川的信中說，預計年後便會舉家搬遷至京都來生活。天子腳下，地大物博，帶着孩子們到這裡來發展生活，日後的眼界會更加的開闊明朗。